如果说文字真的要有声音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在我耳朵边最震耳欲聋的地方呢，还真不是什么书架上的神明，那就是我节目的评论区里。因为最近呢，我连续做了几期关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选题。说实话，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时事政治和财经的这个人呢，我预料到了肯定会引发一些争议。但是我确实没想到呢，我这频道的评论区能热闹成那个样子简直比渥太华的国会的辩论现场还要吵吵。在那个成百上千条的评论里边呢，我看到了两股截然对立，甚至是势同水火的力量在疯狂对撞。那其中一波朋友那是真把卡尼当成了加拿大的这个救世主。在他们眼里边呢，卡尼是那种在暴风雨里临危受命的超级工程师，甚至呢是有种丘吉尔时刻的化身也不为过。他们觉得卡尼呢特别务实在那身精致的西装和顶级精英的这个履历之下呢，你还能嗅到一股孤勇者的味道，那是真叫帅。那么尤其是他上任这1年多以来那看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个下手也比较狠二话不说那就直奔北京，签了那个前段时间震动全世界的相关的那套协议。那么用低价的电动车配额呢，换来了油菜籽的丰厚利润。那这帮朋友当然就认为，在特朗普翻脸无情，大谈什么第51州的理论把加拿大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压缩到极限的这个破裂的时代的，那卡尼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现实主义操作，那就是在给这个濒临窒息的国家续命的仙丹那在他们看来，选卡尼那毫无疑问是选对人了。但是只要你稍微滑动一下鼠标，另一波朋友的愤怒呢，几乎就要从屏幕里边溢出来了。对他们来说，卡尼这个名字，不管你包裹着多么昂贵的面料不管你背后有多少什么央行行长的光环，他终究就是那个把加拿大拖入深渊的自由党的党魁。那卡尼那张脸上呢，那满满写的都是特鲁多时代留下的余毒。那甚至也有人在评论区里边这个艾特我语气也挺激烈的。他们觉得卡尼就是那个高盛男孩，回来就是给跨国资本当买办的。那他们最不能释怀的，当然也就是觉得卡尼表面上废除了消费端的这个碳税，但是他骨子里作为碳税鼻祖的那个精英思维根本没变。那这种思维呢，迟早还得害了加拿大。那在他们的逻辑闭环里，那只要是自由党执政，那就没个好，那肯定是换汤不换药，注定是错上加错。不信你就等着瞧。那看着评论区里边这种刺刀见红的这种对立说实话，我也有点坐不住了。我觉得那我也得亮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在加拿大现在这个政治环境下，那我老白到底是挺卡尼呢，还是反对卡尼呢？那换句话说，我是选自由党的红还是保守党的蓝？那这事儿我要是再不给个准话，那就真有点不厚道了。那虽然我心里边那太明白了就知道今天我不管选哪边，那少不了肯定得挨另一边朋友的骂，那没准搞不好还得两边一起骂我。但是没办法，谁让咱做这个自媒体呢？那就得说我也认了。既然要说呢，我今天就不仅要说明白，还想呢给您各位把这层窗户纸彻底给捅破了。咱不卖关子我先直接给结论，我个人支持卡尼，但是我绝不认同也不喜欢加拿大这个自由党。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挺矛盾甚至有的朋友会说老白，你是不是又在玩那种和稀泥的套路，想两头都讨好，你还挺鸡贼。各位真不是我鸡贼，那我已经50岁了，到这个年纪早就过了那种靠站队、靠寻找阵营归属来获得安全感的这个阶段。因为我这种态度的背后呢，其实是藏着一个我在加拿大花了不少的力气才找到的一个生存的坐标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坐标呢，我也分享给各位。这事儿咱们还得从头说起。作为一名在这儿生活了5年的新移民那可能朋友会说你才来了才5年，你就敢对加拿大这些事情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你了解太少了。是这个经验永远是不够的，但是呢，咱观察的也算仔细，而且这5年呢，那我是没离开过加拿大所以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感同身受了这几年的加拿大的这个体感的温差。
那尤其是这几年哈，那每个月各种账单上那数字的变化，加油站那个屏幕上那不断跳动的那个单价，那都挺揪心啊。那超市里边一天一个样的食品的标价，那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无比真实的冲击啊。那尤其是像我这种到了50岁的中年人，本来对衰落这2个字啊，就有一种天然的警觉。所以呢，我曾经很长时间都是PP 就是伯利治保守党党魁他的这个忠实的拥趸，这没什么好避讳的。因为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电视前面看见伯利治在国会质询的时候的那些个视频那时候他还戴着一副眼镜特别像一挺上了膛的机关枪，用凌厉的逻辑把特鲁多那些苍白、傲慢、充满了政治正确的那些个花拳绣腿拆解的是体无完肤。那个时候我听着真叫一个解气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这种解气呢，本质上是对过去10年这个治理无能的一种情绪宣泄。但是伯利治这种常识加事实的打法呢，我相信对任何一个辛苦工作了半天却发现自己的购买力在逐年萎缩的纳税人来说，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所以呢，即使伯利治拿着个大苹果站在路边很轻松的在解构财政赤字的时候，当他喊出要砍掉碳税这种充满冲击力的口号的时候，我相信他抓住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奥卡姆剃刀原则，把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解释得清楚。我那时候觉得呢，加拿大需要这种手术刀我们需要有人把这些僵化的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各种怪胎呢，通通切开。那我觉得伯利治这个年轻人有锋芒，他肯定能够拨乱反正。那在那个阶段呢，我的认知坐标非常清晰加拿大病了，但病根就在自由党身上。那这样的话，那保守党上台，那就是天然的特效药嘛。那也就是说，只要你把那个红色标签换成了蓝色，那一切肯定就会好起来。但是这种感性上的热望呢，在2025年那个震动了全加拿大的地缘海啸的面前，被撞得粉碎大家都知道，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那之后不久呢，他就用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甚至带着一点戏谑和嘲讽的这个口吻抛出了那个所谓的第51个州的概念。那个时候，我相信全加拿大的脑袋都懵了那脊背也都发凉了。因为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上的冒犯，这背后意味着整个2战之后美加贸易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一个彻底崩塌。在那一刻，作为亲密的邻居的这个美国呢，就不再是一个盟友，而是缓缓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它变成了一个吞噬者。我当时的第一时间呢，就是去翻看伯利治团队的反应。那在我的预期里，面对这种关乎国运主权几乎是文明断裂式的挑衅呢，那我心中那个少年英雄青年才俊跟他的精英团队呢，那理所应当应该展现出一种超越党派界限甚至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格局但是我看到的呢，却是他没有反应。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该咋应对跟我们一样也懵了，甚至还不如特鲁多的反应迅速和鲜明。那过了几天之后呢，那保守党的整个团队呢，给出的依然还是那些熟悉的味道，仍旧是现在国内政治博弈的泥潭里边呢不可自拔。那给人感觉就好像他只对打败特鲁多感兴趣，其他事儿都不重要。那就在那一刻呢，我心里边那个巨大的问号就升起来了。哥们儿，这都是姓特的，你难道不知道隔壁那个要危险得多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了，伯利治在批评和辩论上的能力呢，确确实实是满分的。但是保守党似乎已经习惯于只在加拿大的国内框架下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而且还要去寻找答案。那有句话说得好说视野到哪儿，能力自然就到哪儿。可是现实情况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纯粹的国内问题了。所以呢，那一次伯利治让我看到了他的不成熟。后面的事儿呢，大家就都知道了。马克卡尼这个半路杀出来的这个自由党的程咬金呢，这不声不响的突然最后就成了新一任的总理了。
但是其实吸引我注意他的呢，不是他过去那些履历，而是他执政以后啊那一连串看起来极其不自由党的动作。那我查到了一些数据，其实显示呢，卡尼在上任后的第1个季度就主导了一次其实极其冷峻的政策转向啊，被称之为叫做地缘上的现实主义。他没有像特鲁多那样的去谈论那些虚无缥缈的那自由党惯常的那套多元化的价值，而他琢磨的是一个非常硬核，甚至呢让很多传统的左翼都感到有点冒犯的概念，叫做供给侧的自由主义。那这是一个在顶级金融圈里边，可能才会讨论的词儿。但我想卡尼肯定是意识到了加拿大的这个衰退和这个甚至贫穷，本质上并不是因为税收不够或者是福利太少，而是因为呢我们的产出能力被一些陈腐的官僚教条和所谓的一些道德标杆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于是咱们就看到了那个让传统自由党人瞠目结舌，甚至会感到有些后背发凉的动作。卡尼不仅呢在上任之后不久就明确表态废除了消费者碳税，还亲自飞往华盛顿去纽约，在那些他熟悉的掌握全球资本流向的那些个豪华的办公室里呢，重新推销加拿大的能源管道计划。而且更多的是卡尼他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客的圆滑，而是一个冷酷的像系统修复员这样的一种底色。而且呢，他在随后的这个进程当中呢，也展现了他处理国际事务时候的那种一流的素质。那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这个 G7 峰会前后卡尼跟中国总理通电话那个时机的掌握，那叫一个精准。这种冷峻的利益切割和左右逢源的这种精密就展现出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那么这时候呢，也让我认识到卡尼这个人，他手里拿着的那张图，既不是红色的，也不是蓝色的，而可能是一张根据全球风险动态测算，随时准备进行生存对冲的实时更新的雷达图。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卡尼这个男人可以有点东西。不过说实话，就是到了那个阶段呢，我其实也还没有太明白，说这2025年的大选怎么就突然就反转了。因为按照当时几乎所有的民调预测，按照那几年加拿大社会上的那种恨不得明天就让特鲁多下台的那种普遍情绪，那自由党本来应该是遭遇一场毁灭性的崩盘才符合剧本吧。你想那个时候咱们民间弥漫着一种深刻的一种受挫感，很多人甚至都推测说，自由党很有可能会像1993年的进步保守党一样，一次选举就直接从一个大党缩水成一个被边缘化的政团，甚至直接撤出历史舞台也未可知。但是结果呢，咱们都看到，这卡尼上来以后，不仅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在大选的最后博弈当中呢，完成了逆风的翻盘。这难道是加拿大人突然转性了，又重新爱上自由党了吗？这么没寂静吗？那不对这数据上明明显示，在2025年大选的前夕，自由党的党派支持率确实都跌到了20%左右的历史冰点。这足以证明民众对这个政党和这个以前的体制那是极度愤怒但是到底是为啥呢？我是好长时间我想不通，直到后来有一次，我跟几个西方人朋友一起吃饭聊天，他们的解释呢，让我突然有点恍然大悟。这几位朋友他们都是传统的保守党的家庭，但是当我去问他们说，那你们今年投票都投给谁的时候，他们倒是也没藏着掖着，很坦率说都投给卡尼了。这我就很奇怪但是他们的回答呢，让我觉得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一次他们觉得要选人胜于选党，大家当时投的不是自由党，大家投的是给卡尼这个人。更准确的说呢，大家投的是卡尼背后所代表的那套用专业主义进行救亡图存的治理逻辑。他们说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南边的特朗普开始挥舞着关税大棒，当这个第51个州的这个说法呢，不再只是一个推特上的一个笑话，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候，他们觉得加拿大需要的不再是一个能在大街上喊口号，能在国会里把政敌骂得狗血淋头的辩论高手，而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精准的交换利益，为加拿大在这个世界里呢去算回一张生存门票的顶级精算师。
所以，如果在伯利治和卡尼之间要进行2选1的话，他们宁愿选择更有可能的卡尼。那事实上呢，现在咱们回过头去看，那我觉得他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那卡尼这一年来呢，也的确是玩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偷梁换柱的游戏。他虽然名义上是自由党的党魁，但是在过去这1年时间里边，他实际上是在亲手处决那个特鲁多时代的旧自由党。那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碳税，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证据。那在特鲁多时代呢，咱们都知道碳税那都不光是政策了，那有点这个自由党图腾的意思了是这个意识形态里的那么一个圣牛，谁动谁就是反气候保护，谁动谁就是不先进。但是卡尼上台以后是怎么做的呢？那这位曾经的这个环保先锋碳税之父好多人称他是碳税之父，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消费者碳税给废除了。那紧接着他又签署了一大堆的行政命令，大幅度简化了对美出口的石油管道的审批流程，而且呢也破天荒的把它提升到了国家安全资产的这个高度。那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卡尼的这个逻辑里边，其实他认为能源不再是用来做道德表演，用来换取选民的筹码，而它是换取家园汇率稳定，换取工业反哺和国家生存的硬通货。所以你看，卡尼其实这是一种极其右翼、极其保守党的施政逻辑那换句话说，那就是我要走保守党的路，让保守党无路可走。果然，他让喊了1年多 X 的 tax 的伯利治呢，瞬间就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你说这是高超的一箭双雕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要让我说呢，我觉得他是在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呢，在玩一种色彩溶解的游戏。他挂着红色自由党的招牌，推行着蓝色保守党的财政政策，同时呢，还保留了一份精英主义的全球避险的视野。所以你在传统的红蓝坐标系里，你可能找不到它的位置，因为它不是一个蓝色的自由党，也不是一个红色的保守党，它实际上是一个灰色的现实主义者。这其实很容易去理解假如说您家房子要着火的时候，您会关心来救火的消防员穿的是红衣服还是蓝衣服吗？咱是不是只关心你手里的灭火器好使不好使对，一样的道理。卡尼能够逆袭呢，也是因为他看准了一点，加拿大人呢可能已经苦于意识形态先行这种状态久矣，所以他这种维度上的降维打击，就让那种传统的基于党派标签的政坛斗争呢，就显得空洞而且有点滑稽了。如果您今天依然固执地认为说只要是自由党在台上那加拿大就注定会左上加左，错上加错，那您可能就真的低估了卡尼这个人以及他背后那群技术官僚的野心，因为他们不是在延续自由党的寿命，他们是在利用自由党的躯壳，试图在这个碎裂的世界里边强行要构建一个卡尼式的行政威权和经济堡垒。那也就是说，当你还在盯着党派的颜色在评论区里边争论不休的时候，卡尼已经带着加拿大这个国家机器呢，驶入了一条甚至连保守党都没敢想过的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深水区。当然，今天我可不仅仅是继续聊卡尼已经聊他好几期了，咱也说点别的。我今天其实想更重点要说的是这个正在加速融化的世界。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把视线呢从加拿大扩展到全球范围内，你就会发现，马克卡尼那种非红非蓝的有点奇怪的这个政治颜色，其实不过是全球性边界溶解的一个微小缩影。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美军轰炸这个委内瑞拉这件事儿吧？在传统的旧的政治地图里边呢，这叫战争，叫入侵。但是在今天的国际语境里呢，华盛顿给它的定义竟然叫做跨境执法。你看，这种词定的改变背后呢，是一个可能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强权不再需要经过繁琐的国际法程序，只要他认为那是他的安全资产，那边界线就可以变成一条随便可以拿橡皮擦掉的铅笔痕。你看，战争和执法的边界消失了。那同样也在前不久，咱们的邻居那边呢，这边境巡逻队呢，已经开始在远离边界的内陆城市大规模的搜捕、遣返和执法了。你看，主权和民权的边界呢也消失了。
甚至连最基本的阵营的这个底线都开始坍塌。你想，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美国竟然可以公开在电视上讨论如何通过包括军事威胁手段在内的这个方法呢，要去索取另一个北约盟友的领土啊，给加拿大也开出了什么支付700亿美元加入我们的这个金琼系统，或者是你干脆成为我们第51个州，这种强盗式的这种叫嚣和通牒。你看，这种由于生存空间紧缩，由于资源争夺而引发的同盟之间的内讧，也让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呢，变成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笑话。友邻和敌国的边界呢，也同样消失。那么咱们再看全球贸易的战场，那个咱们称为叫做恒纪元的那个过去的时代呢，虽然过去时间不久，但好像现在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了。在那个时代，贸易是有规则的啊，是有 WTO 的框架和多边协议来去约束的。但你看现在的全球贸易，更像是一场原始的物物交换。你比方说，在旧的基于意识形态的认知里边呢，那加拿大要么就是美国的副警长，那要么就是五眼联盟里边最坚定的反华堡垒之一啊。但是这只是在旧时代那个地图上的标注。那么在卡尼在北京签署的那些协议上的内容却极其的现实。加拿大用油菜籽儿和特定农业产品的进口额度呢，去换取了中国廉价电动车进入北美进行某种利益对冲。在这里边呢，我们能看到没有所谓说纯粹的朋友，也没有纯粹的敌人，那只有此时此刻的交易对手。所以当评论区里边还有很多人在为应不应该和中国做生意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顶层的权力者已经在计算如何利用这种溶解的边界呢，给加拿大换回也许是最后一批制造业的火种。那不仅仅是这些现在连道德和文明的边界甚至也已经在崩塌了。那以前当咱们在大屏幕上听着那些权力精英，那些西装革履的银行家、政治家们侃侃而谈什么人权、平等全球治理这些个愿景的时候，就在那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在那些解密的那些档案里边记录的，却是这群地位最高的人所干出来的最卑劣、最反人类的勾当。所以，那个关于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的边界，是不是也已经碎了一地了？各位，这其实就是今天我要重点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也许正置身于一个刘慈欣笔下的那个乱纪元。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呢，所有支撑我们过去几十年安全感的支柱什么主权的神圣性、法律的确定性、盟友的忠诚度、道德的底线，甚至贸易的契约精神，都在全面加速的在溶解之中。而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如流沙一般塌陷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死死地固守着那一套陈旧的基于党派阵营的路径依赖，还试图通过说我是保守党的朋友，或者说你是自由党的拥趸，这样来去界定自己的立场，甚至去决定自己的爱与恨的时候，您不觉得是不是有点可笑，甚至有点可怜吗？因为咱们必须意识到，卡尼之所以显得有点奇怪，之所以能够打破红蓝的边界，也许是因为他率先认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那就是当所有的旧边界已经溶解，那么唯有生存逻辑才是唯一的最高的真理。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也许就能看懂了。从对华关系的急诊室挂号，到对美关系的这种极限拉扯，甚至到他被称为叫做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军国主义的那种强硬的财政转型的时候，其实本质上都是他在抛弃了旧的所谓地图。他在这个没有航线的乱纪元里边呢，试图通过捕捉那些细碎、破碎，甚至充满欺骗性的信号呢，要为加拿大寻找一个哪怕极其狭窄、极其微小，但是必定是安全的避风港。说了这么多可能有朋友会说老白，你花这么多精力和篇幅去拆解一个政客的政治光谱，去分析那些远在天边的那些什么地缘政治各种博弈，那到底跟我们这些在温哥华过日子、在列治文做生意的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呢，其实很明确，就一句话：因为政治从来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是你我人生的底层约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大变局时代里边的一个微观个体，如果咱们的认知还停留在选党就是选命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是没有办法穿透那些党派斗争的烟雾弹的。
那么，当真正的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风险降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连吹响手里的哨子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我们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拼搏、打拼努力进步、储蓄、购置产业、教育子女，所有的努力其实本质上都是在某种既定的秩序之上的添砖加瓦。那我们就要明白的是，在这个旧秩序正在化为灰烬，新规则尚没有从襁褓中站稳脚跟的这个转折点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手里的选票，更是咱们脑袋里边那个底层的生存算法。如果你看不透卡尼为什么要在美中欧之间去走这个钢丝，那可能你就没法理解加币在未来3-5年内的真实的币值走向。如果你还困守着说保守党就一定会救经济，自由党只会大撒币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那你可能也就没办法在加拿大的产业重构里边看清哪些行业是时代的弃儿，而哪些领域呢又会成为乱世中的淘金矿。那也就是在前2天，就是2月3号，在渥太华呢就发生了一件足以让所有坚持党派对立这种逻辑的人呢感到大脑有点宕机的事儿哈。现任总理马克卡尼和他的老对手，也就是保守党的领袖伯利治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那么在随后发布的简短声明当中呢，双方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同步。他们强调在现在面临南边这种文明级的关税威胁和主权挑战的时候，加拿大必须要停止内耗，通力合作。那这场会谈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是2位顶级的政治玩家在暴风雨当中的一次非常务实的握手。他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任何以党派为颜色为边界的斗争呢，那都是非常奢侈，而且也是极其滑稽的事情。不仅如此还有更令人寻味的是那个被视为加拿大保守主义精神图腾的人物前总理斯蒂芬·哈珀几乎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讲话。那哈珀在讲话当中呢，并没有像传统的反对党的元老那样去抨击现在的执政党自由党，他反而是提出了一个宏大的主题，说加拿大的主权重塑。那么他也高度肯定了这个现任总理卡尼近期在国际舞台上为加拿大所做的这一系列举措。那咱们各位得细细品味这背后的逻辑哈珀是谁？他可是那个开启了加拿大10年保守主义黄金时代的舵手被称为是加拿大历史上恨不得是最亲美的一位总理。那么当他这样一个保守党的象征开始公开要为一个自由党的总理的现实主义外交站台的时候，这绝不是什么党派背叛，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共识。那就是说，在乱纪元里边，国家机器的生存算法其实已经从左右对立切换到了主权保卫的模式。您看，连哈珀跟伯利治都已经在更新自己的认知坐标了，您凭什么还攥着那张旧地图不放呢？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个极其朴素，其实也非常残酷的真理，在这个边界全面溶解的乱纪元里边呢，你财富的保值，你职业的路径，甚至你家庭的安全感，其实通通要取决于，或者说首先取决于你对底层逻辑的认知精度。如果认知上出现了错误，你跑得越勤奋，方向可能就偏得越离谱。你自己以为是在寻找水源，也许实际上你是在加速走向沙漠的深处。那作为一个已经步入50岁看了几十年这个风云变幻的人呢，我当然知道这个改变认知是很痛苦的。那种打破自己曾经信奉的信条，承认自己曾经看走眼的尴尬，确实不好受但是没办法，相比于认知的这种幻灭和这种置换，真实世界里边真金白银的损失和崩塌，才是我们真正无法承受之重其实我做乐道白皮书这个频道从来也没想过要给各位提供什么标准答案，因为在这片白雾茫茫、乱象丛生的这个世界里边呢，没有谁敢说自己手里是捏着真理的。那么我只是希望呢，能够在这每一期节目的这个梳理当中，用我这个区区的一家之言，也能为各位提供多一个审视世界的角度。
那当所有人都在情绪的漩涡里相互撕咬，在党派的阵营里边抱团取暖的时候，咱能不能稍微往后退半步啊？咱是不是能够试着跳出那个红和蓝的简陋的这个框框啊，站高一点，去看一看在那些个纷繁的皮相之下，真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权力从主和利益切割的真相？哪怕只是一个局部，哪怕只是一点微观。但是毕竟来说，多一个角度，也可能就意味着在危机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能多看清一个坑。那多一点思考呢，也可能会带来在规则溶解时候呢，我们能多找到一条生路。我们虽然不幸注定要见证这个旧秩序的黄昏，但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也正身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源头，我们要亲眼目睹新世界的草创。那在这个不再讲理、不再温情，甚至也不再有预期的时代荒野之中，咱们必须学着自己出发，去寻找新的生存算法。那在这儿呢，我也要真心的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的这个陪伴。你们在评论区里边的每一份争论、每一声质疑，甚至每一句的谩骂，对我而言呢，都是这个乱纪元里边最真实的反馈。其实也正是这些声音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残酷但是又气象万千的时代里呢，可以不断的修正航向。乱纪元也许已经降临，那么希望各位都能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边守住内心的清醒，看清脚下的路。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接着聊。